7号，美日澳菲4国在南海举行首次联合海上演习。不同于以往的互相敬礼、拍照合影，此次各国出动军机、军舰，动真格地开展反潜、舰船通讯等实战意味浓厚的训练，炫耀武力、剑指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且时机选择在美日菲3国首次3边峰会前夕，这其中有何关联？中国解放军的反应又传递什么信号4月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南海海域组织联合海空战巡。南部战区称，一切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当天，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4国在菲律宾巴拉望岛西北近海的南海海域举行首次联合海上演习，内容包括反潜战、舰船通讯、编队航行训练等，宣称目标是加强4国防务力量在理论、战术、技术和程序的互操作性。据日媒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护卫舰蜀号，美军派出滨海战斗舰莫比尔号，菲律宾出动巡逻舰德尔毕拉尔号和艾卡拉斯号，澳大利亚则出动瓦拉蒙加号护卫舰和1架军机。据悉，菲律宾防长还向美日澳3国表达了每年与他们举行几次联合演习的想法。外界注意到，这次演习除了有不少实弹科目，还加强舆论造势。联演前一天，4国国防部长罕见公开发表联合声明，宣称此次联演是为了展示就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加强合作的所谓集体承诺。虽然声明全文没有提及中国，但菲律宾星报报道指出，美日澳菲4国在南海海域演练抗衡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This 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of Manila with its allies is expected to be firmed up in a trilateral summit in Washington. 4月11号，美国总统拜登将在华盛顿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共同举行3国首次首脑会谈。美媒曝光，这次会晤包含从经济和军事2方面武装菲律宾的议程。经济方面要增强对菲律宾的半导体、数字科技和通讯产业的援助，军事方面则主要针对南海。菲律宾驻美国大使何塞罗穆亚尔德斯3号透露，首脑会谈期间有望就南海海军联合巡逻达成共识，这意味着美日菲未来将在南海同时进行海军和海岸警卫队2个框架下的所谓巡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鲍志鹏对深圳卫视记者分析，美国印太战略将菲律宾列为支点，日本和澳大利亚也想借助菲律宾这个支点来增强他们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同时也向美国输诚。而在去年，日菲已经就部队互惠准入协定谈判达成共识，并有意将双方安全合作级别提升至同盟国水平。值得警惕的是，在与美国、日本关系日趋紧密的背景下，菲律宾不断扩大在南海挑衅的范围及频次。继在仁爱礁、黄岩岛、铁线礁等海域滋事后，菲律宾又瞄准了另一个目标后藤礁。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表示，4月4号，菲方组织多艘船只非法为中国南沙群岛后藤礁邻近海域活动，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现场操作专业规范。甘宇指，中国对包括后藤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非公务船打着所谓护渔幌子，非法侵权挑衅，组织媒体蓄意煽吵误导，持续破坏南海稳定。我们正告菲方，任何侵权伎俩都是徒劳。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常态维权执法，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后藤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试烟礁，试烟礁是海图上深度基准面处刚好被淹没的礁石。后藤礁位于里约潭和安塘滩的南端或后部，而里约潭盆地是石油富集区，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都较高。2011年，菲方也曾在这片区域挑衅。这个马克思上台以来的话，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新一届政府呢，基本抛弃了之前杜特尔特执政时期，采取的这种缓和中菲关系、稳定南海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路线。这一轮的这个新的这种在岛礁上的争端呢，其实也是菲律宾的这种政策的一个延续。美国财长耶伦6天的访华行程过半。7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耶伦。李强表示，中方真诚地希望我们2国要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耶伦回应称，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美中关系变得更加稳定，美方不寻求同中方脱钩。当天，耶伦还前往北京大学与师生座谈。
李强指出，中美作为世界前2大经济体，经济利益深度交融，加强经贸合作对双方各自发展和全球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双方要加强沟通，共同找到管控分歧、解决分歧的办法，让中美经贸合作稳定、顺畅、高效，为两国企业和人民创造更多实惠，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做出贡献。希望美方与中方一道，坚持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的市场经济基本准则，不把经贸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要以市场眼光和全球视野，从经济规律出发，客观辩证看待产能问题。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将对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做出重要贡献。中方愿同美方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加强政策协调，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耶伦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美中关系变得更加稳定。作为全球前2大经济体，美中双方应当负责任地管理双边经济关系。美方赞赏美中经济对话合作取得的进展，不寻求同中方脱钩，愿同中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坦诚沟通，避免误解，深化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共同应对紧迫的全球性挑战，推动美中关系稳定发展。I believe that over the past year, we've put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on a more stable footing. This is not meant ignoring our differences or avoiding tough conversations. It has meant understanding that we can only make progress if we directly and openly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酷爱中国美食的老饕，耶伦在6号抵达北京之后，就直奔老川办餐厅享受四川美食。这家位于北京东城区的餐厅创办于中美建交的1979年，已经有45年历史，是北京久负盛名的川菜网红打卡地。最近2年连续上榜北京米其林指南的必比登推荐榜，这一榜单的入选标准是性价比。根据微信公号玉渊谈天的消息，吃川菜是耶伦主动跟美方工作人员提的要求。就餐前，老川办的工作人员给耶伦介绍了发掘出土于四川广汉的3星堆文物，以及1000多年前的宋瓷器，并赠送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随后，耶伦也回赠了刻有他名字的美国财政部纪念章。耶伦一行所有人还获赠了熊猫公仔。报道显示，耶伦享用了清炒空心菜、水煮牛肉、干煸扁豆、麻婆豆腐、川北凉粉、回锅肉、担担面、中水饺等传统川菜，其中中水饺还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一些四川网友评论称，耶伦吃得够正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此前报道称，耶伦对食物和烹饪很感兴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职期间，经常与同事一起在学校附近的中餐馆吃午餐，而他们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四川虾。而在几天前，耶伦来华首餐就选择了老字号粤菜馆，品尝了正宗的粤菜。当时就有细心的网友发现，耶伦使用筷子非常熟练，或是一个中餐爱好者。深圳卫视注意到，7号下午，耶伦来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师生们进行交流。I have been able to deepen my understanding, first through discussions with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but beyond that, through discussions with businesses and academics, such as with the professors earlier today, people who are leaders in their fields. 国发院在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教育经济学、人口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拥有国内外知名学者，高度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致力于学术与现实的结合，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进步。国发院还曾牵头组织中美经济对话和中美卫生对话，在中美民间外交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外界注意到，耶伦与北大国发院师生座谈的安排为近年来访华的美国高级别官员中所罕见。实际上，耶伦此访长达6天，比去年他首次访华时多了2天。行程安排也在北京之外，还涉及广州，与官方和民间人士广泛交流。美国政治杂志网站认为，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进展。新加坡联合早报也认为，中美双方展现出很强的政策韧性。不过，中美关系中的消极因素也不容忽视。深圳卫视注意到，据美国财政部发布新闻稿形容，耶伦与中方的会谈坦诚且富有成效，是落实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所达成的共识的一部分。深圳卫视也注意到，美方通稿介绍，双方还讨论了中美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等问题。但路透社引述耶伦的话称，中美之间的分歧依然无法忽视，对话依然充满困难。报道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耶伦此访将所谓中国产能过剩作为议题之一。
美西方媒体也渲染，耶伦访华期间多次就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向中方发难，并提出了所谓经济平衡增长的新说法。德新社在报道中指出，中方当面向耶伦强调，美方拿所谓的产能过剩说事，是美国在为贸易保护主义找借口。新华社也以英文发表社论，向国际社会驳斥美方歪论。社论指出，美方言论旨在破坏中国的国内经济增长和国际合作，华盛顿应专注于在本国境内培育创新和竞争力，而不是散布恐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在其霸权受到挑战的领域，华盛顿会毫不犹豫地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露出保护主义的獠牙。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国驻美大使谢锋也在同一天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强调，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威胁其他国家是个伪命题。全球范围来看，优质产能不是过剩，反而是严重不足。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否从发展优质产能当中受益，是人类良知和能力的考验。美联社也在报道中引述李强总理的话表示，中方认为要以市场眼光看待产能问题。实际上，美西方指责中方产能过剩是炒冷饭。此前他们曾就中国多种商品质疑价格太便宜了，只不过现在的矛头指向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美国一些经济专业人士认为，中国产品价格便宜并不是所谓产能过剩。美国彭博社日前刊发专栏文章显示，就电动汽车领域而言，发达经济体面临的问题似乎更多是中国企业效率更高，而不是产能过剩。文章注意到，中国企业也没有以更低的成本向全球市场倾销电动汽车。实际上，领先的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售价比在中国的售价要高得多。值得一提的是，防范产能过剩风险也一直是中国经济政策的重点之一。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时提到，要加强重点行业统筹布局和投资引导，防止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好，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乌克兰目前缺乏足够武器应对俄罗斯军队的攻势。如果俄方继续远程轰炸，乌方防空导弹可能耗尽。他呼吁西方盟友迅速援助乌克兰更多的防空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说，如果俄军继续像3月那样每天发动空袭，乌军的导弹可能耗尽。他特别提到，乌方需要25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此外，在4月4号北约成员国外长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举行的会谈上，库列巴也呼吁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武器，尤其是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We're talking about Patriots because it's the only system that can intercept ballistic missiles. But providing Patriots depends on allies. They have plenty of them. 一套爱国者系统通常包含8辆4联装导弹发射车。乌克兰在首都基辅等主要城市部署了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援助的爱国者系统。一些军事分析师说，乌克兰曾用爱国者导弹击落俄军战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向乌克兰提供大批军事援助，包括导弹、坦克、步兵战车、火炮、火箭炮等重型和先进武器，并训练乌克兰军队。此外，西方国家大批雇佣军帮助乌军作战。乌克兰近来抱怨西方盟友承诺的一些关键援助迟迟不能到位，导致乌军武器弹药短缺。由于美国两党有分歧，美国政府提出的600亿美元对乌军援预算案自去年起一直被卡在国会。欧洲方面承诺的弹药交付日期也比原定计划推迟数月。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维修装甲车的设施、军用机场、外国雇佣兵部署点等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命中所有既定目标。俄防空部队击落大量乌军无人机，拦截1枚法制铁锤导弹和多枚乌军火箭弹。俄罗斯炮兵和无人机还击中多艘试图靠近第聂伯河左岸的乌军舰艇。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6号称，当天凌晨炸毁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条输油管道，罗斯托夫州政府官员则予以否认。乌军方还称，乌军对俄军人员、军事装备集中区、防空系统等实施打击。此外，乌克兰方面再次将袭击的目标指向扎波罗热核电站。据俄罗斯媒体7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食堂区域和货运码头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在袭击中，3名核电站员工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
扎波罗热核电站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说，对核电站及其基础设施的袭击不可接受。世界上没有任何核电站能够抵御军队的攻击，对基础设施的破坏会影响核电站的安全运行。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控制了该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继续来关注马英九率台湾青年的访陆之行。7号上午，一行人前往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大雁塔等处参观。马英九表示，陕西一路的行程下来，见证了中华文明文化5000年的礼乐文明。陕西行程结束后，马英九一行乘坐高铁，于7号下午抵达北京，行程约为5小时。晚上又受邀在国家大剧院观看演出。马英九与台湾青年一行7号上午参观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流经五马衔杯文银湖，展示了唐代五马祝寿的真实场景。讲解员说，几百多匹马跳舞的时候，有马匹会跳到3层高板子上旋转跳跃。马英九观看这珍品时惊讶地说：“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马会跳舞。”在参观后，马英九有感而发：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古文明，得益于几千年的文字流传，在这里能够感受到中华文明的骄傲。他还回忆了在其任内任职行政部门负责人的刘兆玄早年在湖南省博物馆参观时的一件轶事。他当时读出了一件器皿上的铭文，这让在场的一位外国女士大为惊讶。读的时候旁边有一位外国的女士问他说 ：“Are you reading that？” 他说：“你在读那个字吗？你们几千年的历史，你怎么可能读几千年的文字呢？”刘兆玄说：“几乎在台湾，在大陆，任何大学生都会读。”这代表了我们中华文化，它是可以流传下来的。观察指出，马英九一行西安的历史文化寻访之行，有助增进岛内民众，尤其是青年们的历史同源和文化认同感。马先生这2天是在这个长安度过了一个另类的长安的这个12时辰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台湾的青年学生，他与2000多年前的古琴俑去近距离的正面的对视的时候，这样一种穿越时空的这样一种超越地域的这样一种历史的一个回望，那么这样一种体验可以帮他们更好的去追溯和还原他们唤醒体内的这样一种对于中华文化认同的这样一种基因。随马英九同行参访大陆的大九学堂的青年学子访问团团长刘炳瑞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大陆之行所见所闻与自己在课本上学的东西相比较，非常亲切，也非常震撼。我们要记得自己这个民族的血脉，然后记得文化这一点，那把文化传承下去，确实是作为民族很好的这必须要做的事情。深圳卫视注意到，结束西安的行程，马英九一行于7号下午乘坐高铁抵达北京。随行的台湾记者还兴奋分享乘坐体验。我现在呢所在是这一次马大陆行的这个列车上面，我们正要从陕西前往北京的路上。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现在所搭乘的这个复兴号呢，它的车厢内可以说是行驶的速度相当的平稳，而且呢座椅相当的舒适，不止海绵很厚，包覆性很够。另外它的座椅上面呢都有配这个所谓的插头以及 USB， 方便的这个旅客乘客在这个列车上面办公需要充电的时候，包括你的3C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它的座椅的部分呢也可以自由调整，可以旋转，也就是说同行的旅客之间呢如果要彼此交谈也都是 OK 的。另外呢，这边可以讲一下的，就是在这个大陆高铁上面呢，其实都有所谓的5G 覆盖。你可以看到这些的5G 覆盖呢，都是免费，而且不用输入密码，相当的方便。据报道，在北京期间，马英九与台湾青年一行将参访长城、故宫博物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所、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并到北京大学与学生们进行交流。去年大陆高校组团赴台交流，带队的正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教授。本次马英九及台湾青年一行将回访北京大学。另外，北京大学是最早面向台湾地区招生的大陆高校之一，也是招收台生规模最大的大陆高校之一。